各位聽眾，又係一個坐過山車咁嘅一個禮拜，市場由週初嘅焦慮不安，科技股日日見紅，整體氣氛好似想冧市咁。到星期五晚黑，鮑威爾一開金口，成個市場即刻180度大反轉，好似打咗支強心針咁。道指唔單止收復失地，仲要爆升846點，直接衝上45,631點，創咗歷史新高。你話癲唔癲？我諗好多朋友都嚇到個心離一離嘅。喺呢個禮拜二三，我哋喺會員通訊入邊仲分析緊，話市場內部結構轉弱，資金由科技股流出，走去防守型板塊避險，好多指標都亮起咗紅燈。當時個市況呢真係一片腥風血雨，特別係好似 Palantir 呢啲 AI 明星股，幾日就跌咗超過16%，成個市場都瀰漫住一種狼來咗嘅恐慌情緒。大家最驚嘅就係等緊 Jackson Hole 央行年會，唔知鮑威爾會唔會放鷹，一夜打沉個市。結果呢，鮑威爾唔單止冇放鷹，仲打開咗9月減息嘅大門。市場嘅解讀就係終於要放水啦，啲錢即刻好似潮水咁湧翻入風險資產。呢種極端情緒嘅快速轉換，正正就係而家呢個市場最刺激，亦都係最難玩嘅地方。咁究竟呢場大反轉背後，我哋應該點樣解讀？係咪代表警報解除，可以放心 all in 啊？今日我就同大家深入拆解一下啦。好，喺我哋深入分析之前，照舊要循例講翻句免責聲明，本集所有內容都係個人嘅觀察同分析，只作教育同資訊分享用途，並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投資涉及風險，大家做任何決定之前，記得要做足自己嘅功課，或者諮詢專業人士嘅意見。另外，富途牛8月而家有一個超划算嘅新戶優惠，最高直接送你1800蚊獎賞，你可以選比特幣、超市禮券，甚至特斯拉股票，只要存入指定資金就能夠攞到。而且你用我嘅專屬邀請碼 KSBY 去開戶，仲會再加碼送你200蚊現金券。開戶流程亦都超簡單，下載 AP 進入活動中心，輸入 KSBY 呢個兌換碼，按步驟完成開戶同存款，獎勵就到手。有興趣嘅朋友資訊我都放喺下方資訊欄，有詳細活動連結同教學圖解。當然最重要嘅係，如果你覺得我嘅分析對你有幫助，就記得 CLS 即係 comment、like 同 share， 再訂閱我哋嘅頻道，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每個禮拜嘅深度市場分析啦。今次市場嘅核心驅動因素呢，毫無疑問就係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喺 Jackson Hole 嘅演講。可以話佢一個人就拯救咗成個美股。咁佢到底講咗啲乜嘢可以有咁大威力呢？簡單嚟講，佢釋放咗一個非常明確嘅鴿派信號。佢講話雖然通脹風險仲喺度，特別係特朗普政府嘅關稅政策可能會推高物價，但係佢哋同時見到就業市場嘅下行風險正在增加。佢用咗一個好得意嘅詞，話就業市場處於奇怪嘅平衡，勞動力供應同需求都放緩咗。潛台詞就係佢驚再唔減息，經濟可能會衰退，失業率會急升。最關鍵嘅一句係，基本前景同風險平衡嘅轉變，可能為調整政策立場提供理據。哇！調整政策立場，聯儲局停咗加息咁耐，所謂調整市場，梗係解讀成準備要減息啦。呢番說話一出，市場即刻嗨爆。CME 嘅 FedWatch 工具顯示，市場壓住9月份減息嘅機率，由演講前嘅大約65%，一夜飆升到超過85%。利率期貨市場基本上已經將9月減息當成係已成定局嘅事，所以你見到星期五晚同利率最敏感嘅資產反應得最勁啦。2年期國債利率大跌，美元匯價顯著受壓，美匯指數一度跌穿98嘅水平。而股市呢，就係一場狂歡派對，呢個就係成個宏觀背景嘅核心，一個由經聯儲局唔夠鴿到確認聯儲局放鴿嘅巨大轉變。咁講到市場嘅異常現象，今次最值得深究嘅就係呢種冰火兩重天嘅極速切換。喺星期五之前，市場嘅數據其實係相當令人憂慮嘅。我哋睇翻禮拜中嘅數據，例如 CNN 嘅恐懼與貪婪指數已經由1個月前嘅74，即係極度貪婪嘅水平，快速回落到55嘅中性水平。呢個降溫過程正正反映咗市場嘅焦慮情緒。再睇下資金流向，數據顯示喺 Jackson Hole 開會前嗰個禮拜，有大約60億美元嘅資金湧入用嚟對沖嘅 ETF， 例如黃金、現金類或者反向 ETF， 創咗4月以嚟嘅新高。但係同時呢，代表散戶風險偏好嘅做多槓桿型 ETF 呢，就已經連續7個星期資金淨流出。呢啲數據都話俾我哋知，喺鮑威爾開口之前，聰明錢 Smart Money 其實係靜靜雞買緊保險，減少緊高風險嘅倉位。而我哋之前分析過嘅歷史數據都顯示 Jackson Hole 呢個會議市場反應可以好極端。回顧過去10幾年，雖然平均升幅唔大，但一旦出現下跌，跌幅可以非常驚人。好似2022年嗰次鮑威爾放鷹，市場就暴跌咗7.4%。所以市場今次嘅暴力反彈，其實係建基於之前極度繃緊嘅預期之上，就好似一條橡筋，你扯得越狠，放手嗰陣反彈力度就越大。今次就係一個完美嘅示範。聽到呢度，可能好多朋友會問，咁而家個市龍咁威，係咪應該即刻追入啊？老實講，我個人嘅做法係會保持一份謹慎嘅樂觀。
但絕對唔會喺呢個時候盲目追高。點解？因為一場由單一事件驅動嘅暴力反彈，並冇改變到市場一啲深層次嘅結構性問題。第一個問題呢，就係估值。我哋喺過去一個禮拜嘅分析入面引用過美國銀行嘅一張圖，顯示標普500嘅 P/B ratio 喺2025年8月已經達到5.3倍，唔單止超越咗2000年科網泡沫時期嘅5.1倍，仲創埋歷史新高。當時個圖嘅標題寫住 It better be different this time， 今次最好唔一樣。呢句說話喺而家呢個位依然非常適用。喺歷史估值嘅巔峰，市場嘅容錯空間其實係非常之細嘅。第二個問題係市場寬度 market breadth 嘅問題。喺呢次反彈之前呢，我哋見到一個好唔健康嘅現象，就係指數雖然喺高位，但越嚟越少股票能夠企喺佢哋嘅長期移動平均線，例如200天線之上，形成咗一個巨大嘅頂背馳。呢個情況同2007年金融海嘯前以及2018年第四季大調整前嘅情況非常相似。雖然星期五嘅大升市可能改善咗短期數據，但呢個長期結構性嘅隱憂並唔係一日就可以完全修復。所以我個人嘅策略會係，如果手上已經有優質嘅持倉，特別係喺呢次反彈中表現強勢嘅科技股，當然可以繼續持有，享受呢個升浪。但如果係冇貨想入市，我就唔會咁心急，更加唔會一夜就將所有資金掟晒入去。我會傾向於分注入市，或者等市場出現回調，提供一個更健康嘅切入點。我亦都會利用今次反彈去審視下自己嘅投資組合，將一啲表現相對落後、基本面冇咁靚嘅股票換走，將資金集中翻喺真正嘅龍頭股身上。簡單嚟講呢，就係順勢而為，但係保持警惕。講到板塊表現，星期五嘅市況可以話係將之前成個禮拜嘅劇本完全反轉。喺 Jackson Hole 之前，市場明顯係一個避險嘅格局，資金由科技股呢啲增長股輪動到必需消費品，例如寶潔、沃爾瑪、醫療保健，例如 Eli Lilly、United Health 同埋公用事業呢啲防禦型板塊。你睇翻禮拜三8月20日嘅熱力圖，科技板塊一片血紅，微軟、輝達、亞馬遜全部都係重災區。但係到咗星期五就完全係另一回事，減息預期升溫，對利率最敏感嘅科技股同埋銀行股就成為最大贏家。Tesla 大漲6.2%。亞馬遜同 Alphabet 都升咗超過3%，連之前俾中國市場搞到頭都大埋嘅 Nvidia 都由跌轉升1.7%。銀行股仲誇張 ，KBW 銀行指數勁升3.2%，仲創埋收市歷史新高。咁邊啲股份相對弱勢呢？雖然成個市都升，但一啲之前嘅弱勢股問題依然存在。例如 Intel， 雖然特朗普政府宣布用 CHIPS 法案嘅資金入股9.9%，成為大股東，睇落好似係百官出手打救，但實際上呢單交易嘅作價係折讓價每股20.47美元，而且 Intel 嘅市值已經由2021年嘅高位跌咗一半以上，公司仲要大規模裁員同埋削減歐洲嘅礦產計劃，呢啲都反映咗公司本身嘅經營陷入咗好大嘅困境。政府入股可能提供咗一個短期嘅支持，但長遠能否扭轉乾坤，仲要睇佢自己嘅執行力。所以呢啲基本面有問題嘅公司，就算有單日嘅反彈，我都唔會立即將佢哋列入我嘅核心持倉。今個禮拜除咗 Jackson Hole 之外，半導體行業亦都發生咗一件非常重大嘅事，就係頭先提過美國政府首次動用 PIP 法案資金，直接換取晶片巨頭 Intel 嘅股權。呢件事嘅象徵意義遠遠大過佢嘅實際金額。呢個舉動基本上係將半導體行業嘅競爭由企業層面提升到國家戰略層面。美國政府唔再只係一個補貼者或者監管者，而係直接落場做埋股東，成為一個 player。特朗普仲好自豪咁話呢單交易冇用到納稅人一分一毫，但係股權已經升值，係一筆偉大嘅交易。呢件事對整個行業有咩影響呢？短期嚟講對 Intel 梗係利好，等於有國家幫佢兜底，但係長遠嚟講呢個可能會引發更多嘅角力。其他晶片公司會唔會覺得唔公平？政府作為股東會唔會干預公司嘅商業決策？例如要求 Intel 優先供應政府訂單，或者限制佢同某啲國家做生意，呢啲都係未知之數。同時 Nvidia 嘅情況就更加複雜。CEO 黃仁勳證實，佢哋正同美國政府傾，想賣一款比 H20更先進嘅 B30A 晶片去中國。但係問題係，之前放行咗嘅 H20，傳聞話中國監管機構因為安全問題，唔建議內地本土企業採用。呢種兩頭唔到岸嘅局面，正正凸顯咗 Nvidia 喺中美科技戰之間嘅尷尬位置。一邊係美國政府嘅出口管制，另一邊係中國市場嘅信任同採購意願，兩邊都好難服侍。可以預見，未來半導體行業嘅地緣政治風險只會越嚟越高。投資呢個板塊唔單止要睇公司嘅技術同業績，仲要密切留意華盛頓同北京嘅政策風向，真係少啲心力都唔得。睇完股市，我哋再快速掃描一下其他資產嘅情況。首先係外匯市場，鮑威爾放鴿，美元即刻腳軟，美匯指數 DXY 顯著受壓，一度跌到去97.56。相對地，歐元同日元就走強。
歐元對美元升翻上 1.17 樓上。呢個趨勢如果持續，對一啲美國以外嘅市場，例如新興市場，可能會係一個正面嘅信號。因為美元走弱可以減輕佢哋嘅債務壓力。加密貨幣方面，風險情緒一升溫，比特幣同以太幣都即刻跟住上，比特幣一度升穿117000美元。呢啲風險資產嘅同步上漲，再次證明咗喺而家呢個宏觀環境下，加密貨幣同科技股嘅走勢關聯性非常高。商品市場就比較有趣。黃金喺鮑威爾講話後由跌轉升，一度升咗1.2%，企穩喺3370美元一盎司以上。呢個現象值得我哋思考，點解股市大升，避險資產黃金都一齊升啊？我嘅解讀係，雖然市場為減息而狂歡，但有部分資金依然對前景感到憂慮，例如對通脹嘅擔憂，所以繼續持有黃金作為對沖。油價就相對平穩，冇太大變動。最後唔記得，貿易戰嘅火頭其實仲未熄滅。雖然美國同歐洲、加拿大達成咗一啲關稅協議，但係特朗普政府又宣布要調查家具進口，準備開徵新關稅。同時，白宮顧問納瓦羅亦都再次炮轟印度，話對印度商品嘅懲罰性關稅會喺8月27日正式加倍到50%。呢啲零星嘅貿易衝突呢，就好似地雷咁，隨時都可能引爆，為全球經濟前景增添變數。好，總結一下今日嘅內容。星期五嘅市場上演咗一場驚天大逆轉，鮑威爾為9月減息開咗綠燈，引發咗一場巨大嘅釋放性反彈 （Relief Rally），道指更創下歷史新高。呢個短期嘅樂觀情緒相信仲可以維持一陣子，但係我哋必須要清醒咁認識到，呢場狂歡並冇解決到市場所有嘅深層次問題。歷史級別嘅高估值、唔夠健康嘅市場內部結構，仲有持續發酵嘅中美科技戰同埋貿易戰風險。呢啲都係潛在嘅計時炸彈，所以我個人就會繼續保持靈活，享受呢個派對，唔會同市場趨勢對住幹，但係同時要保持風險意識，嚴守紀律，唔好喺市場最亢奮嘅時候忘記咗風險兩個字點樣寫。好啦，今集嘅內容就差唔多到呢度。如果你想知道我更多對於宏觀以及個別公司嘅詳細基本面分析，歡迎你加入我哋嘅會員專屬內容。我哋會喺會員區提供更深入、更具體嘅分析，連結就喺下邊嘅資訊欄。今集嘅跨市博弈就到呢度，我係徐立賢，我哋下一集再見。